最近，新加坡的总理府和国会大厦特别忙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到访新加坡，与总理黄循财进行了高规格会晤，彼此为两国的未来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李强总理此行不仅旨在增强两国的战略互信、深化合作，还将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涵盖食品安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这些大事看似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他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却很大。想知道新中建交35周年之际，这些新的合作项目具体会如何点亮我们的生活吗？这个视频带你一探究竟。第一章，从舌尖上的味道到文化旅行，生活因合作更美好。高品质的中国地方特产和网红零食，很快就可能出现在每一个新加坡家庭的餐桌上。不久前，新中正式签署了食品安全领域合作文件。这不单是一份写满规则的文件，还意味着我们未来能够吃到更多安全健康的食品，同时还减少了进口的繁琐程序。比如源自中国的特产如山东大枣，各种天然有机食品及地方特色零食都将逐步进入新加坡市场。这对喜欢尝鲜的美食爱好者来说，简直如获至宝。与此同时，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正式实施了互免签证政策，这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不仅让你说走就走的中国旅行变成现实，还将带动两国在文化和旅游上的深度交流。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艺术展览、文艺表演、文化节庆来到新加坡，丰富我们世纪的同时，也让每个新加坡人更加贴近东方文化与历史。而对于本地学生，赴华交流和深造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新中之间的人文纽带将更加紧密渗透我们的学习、娱乐乃至每一天的生活。所谓舌尖上的美食与文化上的深融，其实是点亮生活的小确幸。同样令人惊喜的是，这种影响不会止步于吃喝玩乐，而会向我们的职业发展和生活环境迈进。那就进入下一章，继续听我慢慢说来吧。第二章，创新就业，让绿色科技造福生活。食品和旅行的便利固然让人期待，而基于更深层次的合作，未来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两国的合作如今已经进入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领域，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将给年轻一代带来前所未有的职业发展机会。想象一下，当新中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合作，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和研发机构将在新加坡落地。我们或许早晚会看到初创程序员开发的 AI 应用，技术人员利用区块链推动商业创新的景象，而这些正是新中合作带来的新职业机遇，为年轻人在职场上提供更多可能性。你会不会是其中的一份子呢？不仅是工作机会，智能科技和环保设计还将融入我们的住家环境。新加坡的绿色祖屋和社区公园项目正从中国天津生态城等成功项目中吸收经验，未来的祖屋可能会加入更多智能能源系统，甚至连回收垃圾的方式都是自动化的，居住体验更加便捷，生活成本和碳足迹更低。新中合作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与我们是否能够拥有一个绿色的未来紧密相关。20-30年后，当孩子们谈起这段转折性的历史时，他们也许会像我们今天所说的35周年新中建交一样，提到这一届中心领导人的合作基础如何造福他们的生活。这种由高层引领的合作，最终都能转化成民生改善的实质性变化。这不仅让我们感激国家的高瞻远瞩，也让人更期待未来。走到这里，是否会想知道两国企业合作有哪些潜能？继续听下去，我们就来探讨。第三章，携手全球做大蛋糕，共创繁荣未来。中新合作不仅仅止于彼此之间的双赢，还通过共同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来实现国际舞台上的三方共赢。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联合开发项目，携手开拓市场，比如东南亚国家，甚至更宽广的国际市场。这种合作模式既让新材企业能够逐步发展壮大，也赋予双方经济更强的韧性和活力。通过这类合作，新加坡企业拥有了站上世界经济更高舞台、拥抱更多市场机遇的机会。不论是从发展新产业链、优化投资布局，还是从新的创业机会来看，第三方市场扩张的蛋糕不仅格局更大，也更加富有竞争力。这将直接转化为本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长，为每个家庭提供更稳定、更美好的生活条件。你可能会想象，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新加坡的年轻企业家和中国的顶尖人才合力，把创新的创业计划带到世界各地，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当然，这只是序章，在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下，中新未来的合作还将聚焦于更多领域，让彼此的国民都能享受到合作红利。35年的建交成果让人无比骄傲，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之际，展望未来，这些合作将点亮我们的生活，吃得更放心，玩得更开心，学习更顺畅，工作机会和居住环境更值得期待。李强总理的这次访问可以说是一次推动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一场令人充满希望的旅程。两国为我们铺设了更多探索的机会，每一次高层的合作都会成为普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温暖的道理：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步实现的。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将来一定会更加光明。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未来的美好由你我一起见证。新中建交35周年，点亮你的新加坡生活，留言分享你的感想吧，别忘记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